郑秋冬。哎，简女士，上车吧。住的地方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我现在就带你过去。双肩包是给你的，里边的东西也都是给你的。简女士，简娜就是您。对，有事就打这个电话。你住的酒店对面有个超市，需要的东西基本上都有。有很多文件证件，刘哥说都在您这儿。我什么时候？我建议郑先生先别着急，住几天，理理发，买衣服，看看新闻，熟悉一下现在的北海。毕竟你在里边好几年了。哎，刘哥让我都听您的。帅哥，满意吧？帅哥满意。放松啊，放松。右肩稍微高了点，好。来，哎，很好，很好，来，继续，继续，来。依人，你这要去哪儿啊？你回去吧，别跟着我了。咱们能不能在找地儿坐会儿啊？你到底是怎么了？快不行了，我得守着。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。我就是想跟你说，现在不行。依人，求你别跟着我了。有什么事我们不能一起面对吗？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哎，先生，你好几年前是不是在这儿住过呀？啊，是啊。你见过我？好像见过。我之前是客房部的。麻烦你帮我把这报纸放到我的房间。好的，您放心。老人还有遗书呢，刘哥没说呀。刘良体没必要什么都知道，这些东西都是给你的，应该不缺什么了。这个是什么？有密码吗？这是给刘良体卖房走账的账户，密码是身份证号码的后6位。身份证你先用着，房子的事情办完之后也就没什么用了，记得还给我。这身份证是谁的？我的一个学生的，很可靠的人。这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为了找到这个影子费了很大周折。他现在重病在身，也许很快就。邢飞，这人长得还真挺像我的。什么叫很像？这不就是我吗？怎么回事啊？你的身份证要回到户籍所在地去办理，现在你飞机高铁都坐不了，留两体又要尽快的办，这是最便捷的方法。这不犯法吗？
刘良体委托我出面张罗，你只不过是个名头，帮别人卖自己的房子，违什么法呀？2位老人都过世了，孩子在国外，刘先生想把这房子卖了。这委托书和监狱证明我们需要确认。可以。其实刘先生的房子报价并不高，而且这么多年没什么人住过，房款必须一次性付清。我把房子也挂在了安居客上，说白了，谁速度快，这房子就是谁的。钱已经收到了，江先生。钥匙怎么给您啊？啊，对，等手续办完，您孩子的户口就可以落在这边了。我问过派出所了。哎。回款呢？在车上。等等。说好的。他人在牢里哪来的钱呢？这城里的坟地可很贵啊。他不让我多说。他出过国，挣过大钱，他那些钱呢？他不让我多说，你该下车了，兄弟们等着你呢。你年纪轻轻的，怎么进去的呀？故意杀人。宽哥他人还精神吗？宽哥精神。你要是能见到宽哥，一个老娘们儿瞎问什么呀？他死在牢里，你还惦记？滚车下边去！丢什么呢？老娘们丢什么呢？刘亮体的信早就收到了，怎么才来呀？这就是他父亲刘后山的。我今天就要把骨灰带走。你们财务那儿可以刷卡吗？走财务的话，价格会高一点。公事公办也行。取骨灰需要发票吗？需要。受人之托，代行效力，一点一滴都不能马虎。那你改天再来吧。今天没发票了。我今天可以把钱交了，把骨灰带走，发票过2天再来取。财务今天好像没人了。您的意思是？私对私啊，你我都方便，还可以少花钱。有去财务那功夫啊，咱俩把事儿都给办了。那是他的。他都没想过谁来埋他。他有女儿。女儿视他为仇人。仇人？这种记忆
不是因为孩子无知，而是大人们太无情。孩子终会长大，长大以后，发现有个人没理由的爱着他，他会懂得什么是父爱如山。他都跟你说过些什么？他的嘴很严，关于家庭什么都没说。他看人很准，你是个办事麻利、不留痕迹的人。您是说我狡猾吗？刘哥跟我提过好几个外面的人，就是没有提到您。但您应该是他最信任的人。那是他的风格。我去探过他的监，在你出来前我还去过。我一点都没听说过。我是个被忽视的人。被忽视的人，就不会委托做这么重要的事。你用的那些文件，都自行销毁吧，没用的。这身份证，还有银行卡。卡上还有钱吗？还有，我会按照刘哥的嘱咐，把钱一步步划到他太太的户头里，剩下的钱留给他自己。那好，完事之后，身份证和账号也都不存在了。那人已经走了，前天的事儿。什么意思？这个静飞死了？他在病床躺了2年多了，走的时候就剩了一把骨头，也算是解脱吧。钱到账上之后，自行销毁就可以了。哎，知道了。我听监狱的管教说，刘哥是因为一个女人进去的。我冒昧的问一句，是您吗？对不起，我对这事太好奇了。好奇。如果说是为了一个女人，也是他女儿。他入狱的时候，女儿很小啊，还没上小学。他女儿6岁的时候得了一种病，叫重型地中海型贫血。女儿是他的掌上明珠，为了给女儿找到相配的造血干细胞，他拼了，雇了200多个人，去全国各个城市，甚至是县城去找配型，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提供者。后来一个朋友劝他再生一个，用新生儿的脐带血做一种移植手术，可以根治他女儿的病。最后他就去说服了太太，决定再生一个。一家人的事儿，为什么要说服？他太太不想生吗？应该是他的前妻。那个时候，他们已经离婚好几年了。那他的前妻还是挺了不起的。他们都各自有自己的情人。他的前妻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，应该算是这个城市有名的美人。屁股后面总是有一群温弓的苍蝇男。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有一个追求他的人，在他的办公室让人用刀捅了，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死了。当时刘哥也在那儿。后来刘良体投案自首，说是他失手杀人，最后也就那么判了。他会替前妻顶罪。随后人们发现，他前妻怀孕了。在他正式宣判的那天，他第2个孩子在英国出生，距离杀人案整整是8个月零11天。他为了救女儿的命，
受父前妻跟他又生了个孩子。保护怀孕的前妻，当然就是保护2个孩子的生命。他顶罪进去，人是他前妻杀的。你喜欢推测？没有人可以证明当时刘哥他不在杀人现场吗？应该没有。要有，他就成不了凶手。就怕是有，那人也不会出来作证。比如他的情人。那2个孩子后来怎么样了？善有善报。那2个孩子和妈妈就像童话故事的结尾一样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我作为旁观者，看着他走进大牢，却成了幸福的缔造者。我佩服刘亮体。先生你好。哪位？派出所的，请看吧。你刚出来，不该这样行动，该先回户籍所在地办理必要的证件。我受朋友之托办的急事儿，这有监狱开的证明。那你开房用的是谁的身份证？朋友开了，让我住的。你跟秦飞是什么关系？狱中朋友的朋友，我不认识。身份证呢？拿来我看看。你说什么？秦飞的身份证。我没见过，是一个女士开了让我住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问题，主要是你以前在这做过违纪违法的事，加上身份证、银行卡这些疑点，我们必须例行查询。我已经完成改造了，和你们这些在外面的人一样。你这么盘问我合适吗？打扰了，再见。气死我！凭什么？哎，大哥，来，进来喝2杯吧。现在正有球赛呢，进来喝2杯，看会儿球，喝点酒。来，进来。哎，简姐，啊，我在安居客上找那买家已经成交了，啊，您放心吧。我后天退房，然后咱们见一面，我就回北京了。这边逛，这
坐这边呗，坐这儿。师傅，坐那边行吗？我们人多，以后还有一帮呢，想坐这儿，成吗？我凭什么去那儿？这不是跟你商量的吗？你要是赖着不走，我们也没意见。服务员，点酒。你说谁赖着不走？你这不就是赖着不走吗？闭嘴吧，别找事儿啊，当心伤着你。你们丫说什么呢？啊，别仗着人多欺负点小，这儿谁伤着谁，把话说清楚啊！趁我还没生气，赶紧从我眼前消失！我数到3、1、2。走吧，那边。兄弟，我是6分队的，你给我们讲过课，忘了？6分队？对呀。哎，警察查你很正常嘛。咱们这种人，那就是出了窑的钻，定型了。我都进去3次，重新不了了。我和你不一样，我还想再折腾折腾。这市面上有2种生意，一种是没进去过的人做的，一种是留给进去过的人做的。你别做错了。没进去过的人，也有狗屁都不是了。还嘴硬，一脑门子书生气。进去过的人还想吃有面子的饭，那是做梦。你在这儿还好混，你要回北京，公务员彻底没戏吧？大公司你敢去吗？你背着这一口大黑锅，就想得到那么一丁点信任，咱们这路货色，拉倒吧！是个人就防着你。我看你英语还不错，愿意跟我跑香港吗？来了。你好，郑先生。是你啊？怎么了？保安部要赶我走吗？哦，不是，您别误会。您想住多久啊，是您的权利。我这次来是给您送这个的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您上次在这儿住落下的东西。您上次好像走的特别突然，就放到仓库里面了，刚找出来。不是突然，是狼狈不堪。你一定是记错了，这不是我的东西。要不然您看一下。谢谢。不客气，再见。
那是你的。秋冬，按说我应该向你行跪拜大礼。师傅，我们之间不用说这样的话。古人说，父母在不远行。可是我父母在的时候，我几乎走遍了大半个地球，从来没有陪过他们。现在好不容易走到一个城市，却阴阳两隔，我这辈子活得太背了。二老又到一起了，该安心了。哎，别客气了。听到一些你的故事，两个孩子的故事，你心里应该有一辈子享用不尽的幸福吧？简娜这个大嘴巴，说你吧，自由了好吗？不好，意想不到的糟糕。说关键。关了4年，一出去就比别人矮半截，而且永远矮半截。我在外面碰到6分队的一个老炮，年前出去的，哗啦哗啦跟我讲大道理。他说在外面是有人就会防着我，我这样的人，这话不能细想，一想就冒汗。也是，搁在以前，我也不会把重要的事交给我这样的人去办。钱、钥匙、图章，绝不能交给这种人。你什么意思？绝望。还没开始就结束了。只要没有钻到坟墓里，就没有结束。在这之前都是开始。你能在1个月的时间里完成这么多棘手的事情，说明你有能力，是个实干家。你随时都可以开始自己的事情。你要相信自己，你也要相信我。谢谢师傅，谢谢你一直鼓励我。时间不多了，钱的事我跟您报一下账。留给孩子的钱，我都按照您说的账户打过去了。最后还剩30万，留给你的。送给你了，拿去潇洒吧。我这用不上的。要说谢谢的话，这些钱微不足道，你前面的路还长，就当哥哥送你一程，好吗？你不缺钱吗？啊？缺，我什么都缺。就当我投资了，好好混。将来如果哥哥有机会活着出去，我去投靠你。师傅，我知道您说的意思，应该是我感谢您才对。这钱算是我借您的，10年以后，不管我混成什么人模狗样，我一定到这儿来接您出去。有我的就有您的。贫富天注定，我只管流血流汗，能做的就是我对您的敬重。这是一个叫你宽哥的人送给你的。
是我宽哥，见到他人了吗？你的女人缘不错，不过是发小而已。您和女儿的故事很传奇。还有宁太太，前妻，在我认识她之前，她就是个传奇。简女士也很了不起。她都跟你胡说什么了？她嘴很严，什么都没说。她也证明不了什么。我有直觉，当时你和她是情人关系。出事那天，你跟她在一起。再见，再见。越说越不像话了。师傅，天知地知。啊！我叫郑秋冬，是秦飞的大学同学。好，请坐。哎，我弟弟读大学那会儿，我去看过他，咱们可能还见过吧？啊，有可能的，有可能。秦飞走了，我们同学都很惋惜。命啊，得了那么一个怪病。我现在在电视台做记者，想给小飞做一期节目，也算是我们同学共同的追思。可以问您几个问题吗？好，可以。小飞的小学是在哪儿读的？在两江，我父亲当时在那儿带装修队。两江？那是李宗仁的老家。是贵系的啊，知道。那中学呢？后来就往南方去了。我的父亲带着装修队去了桂平，他就是在桂平读的中学。桂平啊，是桂林的桂吗？是。金田就在那儿。金田起义，你知道那个洪秀全吗？知道，太平天国吗？秦飞跟我高中是一个班的，他就坐我后面，他人挺好的，而且也很幽默。小飞追过你吧？这个就不说了吧，人家记者也不喜欢听这些。不过早就听说他在南宁得了怪病，治不了。知道他走了以后，也挺难受的。他哥跟我说，他在床上躺了2年多，受了不少的罪。你们念的是哪所中学？县一中。考出去一定很不容易吧？这个你就不知道了。我们临桂自古以来就是状元之乡，古代就出了200多门进士呢。有传统。哦，对了，你还想采访其他的同学吗？那太好了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能把他们的联系方式给我吗？行，我帮你安排。
青山绿水。秦飞的碑文实在奇特，是他自己题的。曾有壮志拿云，不悲人生短暂。秦飞自立，慷慨赴死，很震撼。小飞的女朋友来过这儿吗？那女人靠不住，小飞躺了2年，他早不知道哪儿去了。你有她联系方式吗？找找看吧。我之所以对秦飞做如此深入的调查，是因为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。除了这里偏僻的乡民，也没有多少人知道，曾经有这么个人。我的未来需要重新开始，就必须删除此前5年的人生污迹，不然终将事倍功半。我需要一个壳，一个干净的壳，能让我冒名顶替，藏身其中。这样才能在残酷的人海中寻求竞争的公平。从现在开始，关于郑秋冬的一切都将消失。开始的是一个重生的秦飞，一个从广西偏僻乡村走向北海，走向北京的秦飞。他将开创属于他的未来。哪年的？06年的。这里面有北京调档函、户籍所在街道的证明，还有我的博士录取通知、身份证。北大的博士生，厉害！我外甥刚考上北大。是吗？他是学什么专业的？那算是我小师弟了，我可以照顾他。叫什么名字？秦飞。陈爱先生，你的资料中业务能力这一单元中有些描述，我看着似曾相识啊。是吗？什么意思？是从哪里拷贝过来又粘贴上去的吗？如果你现在承认是拷贝和粘贴的，我会在印记和破例栏里给你好的评价。没有拷贝的，每个字都是我亲手敲击出来的。拷贝一段文字不算什么，从内容看都属于基本介绍。但要是拒不承认，那就会在诚信、合作、品格、心理等几个方面损失成绩。我明白，各位考官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，没有任何字句是拷贝的。在思医科网络学习空间中有一份认证价值白皮书，其中有一单元是外部客户满意度调查，而在你的资料中有7行半的描述，跟这份调查是丝毫不差的，甚至语法错误和错别字都一样。我先解释一下。你已经失去最好机会，再见。我叫秦飞，从临桂的一个偏僻山村里走出来。2002年，我考入广西大学。月光飞入窗户，夜的脚步，留下孤独，声声穿透来去的路。落叶和谈回首，风的爱慕，那些孤独点点散落汇成泥土。
途啊，我不知道有几多疼痛，总是被岁月缝合的伤疤，时常由心中默默地发芽。爱情不会说谎，只有心在静静挣扎。天空盛开的泪花，我将永远相信它。月光飞入窗户，夜的脚步，留下孤独，声声穿透来去的路。落叶和谈回首，风的爱慕，那些孤独点点散落汇成泥土。生命的旅途啊，我不知道有几多疼痛，总是被岁月缝合的伤疤，时常由心中默默地发芽。爱情不会说谎，只有心在静静挣扎。天空盛开的泪花，我将永远相信它。生命的旅途啊，我不知道有几多疼痛，总是被岁月缝合的伤疤，时常由心中默默地发芽。爱情不会说谎，只有心在静静挣扎。天空盛开的泪花，我将永远相信它。